接下来看看俄乌战争，彻夜难眠的可就很多人了啊。最新在红军城的战情部分，我们讲了2个礼拜，都一直说俄罗斯的军队是不是一直团团包围，越逼越近。而目前最新的消息是，俄国国防部表示，俄军解放了，所谓解放就是攻下了格奥尔。这个就是红军城这附近的村庄，同时也把顿涅茨克以西大概30公里的附近更北的地方都已经拿下来了。那乌克兰媒体自己报道，现在红军城的状况是什么？像死城一般，很可怕。这个画面上看到有1.6万的平民坐困在城里面，疏散列车都停驶了，所以你出不去哦。出不去之外，城里面唯一的一个加油站也要关闭，最大的购物中心停止营业。人们要找粮食，还要想尽办法。传统的小型的杂货店可以买到一些东西。现在的处境恐怕还有宵禁、各种电力的系统的问题。现在就等着红军城。现在因为泽连斯基说不准撤嘛，坚守在阵地，什么时候会被打下来，随时都有可能。而俄罗斯说收复了库斯克州有2个村，有利于后面继续后勤的补助进逼。那么当然，乌军的后勤系统整个也可能被切断。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自己有很多的从西方来的无人机的这个战备军支援进来嘛，但普京也说，我们今年也生产了有140万架的无人机。他特别秀出了一个画面，说去视察这个生产的设施啊，为了取得胜利，提升这个生产的量，今年目标是提升10倍，140万架。所以乌克兰再从西方拿出来的无人机，双方数量要一直打下去。那么有没有自信取胜？现在这个时候，泽连斯基居然是说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要胜利的耶。那连乌克兰的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都跟媒体说，其实俄罗斯在库斯克这个地区的行动还在继续，他们所谓拿下来的这个位置。所以说俄罗斯失败吗？那他讲得很婉转，叫做为时过早。那胜利吗？大家还有信心吗？连官员都缺乏信心。那当然，冯德莱恩即将要访问乌克兰，跟西方的援助很重要嘛，要对抗战事可以持续下去，就来自于这里。冯德莱恩承诺将会承诺1.6亿的欧元能源基金，要帮助乌克兰能够度过接下来的冬天，因为战事一旦进入冬季的是会更严峻。那其中有1亿欧元呢，是来自于俄罗斯在欧盟被冻结的资产，直接拿给了乌克兰。那么国际能源署是准备要终止俄罗斯经过乌克兰天然气的输送哦。其实这对其他附近的国家来讲都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50多年来，天然气的运输一直都是连接俄罗斯跟欧洲很重要的关键。那在这个时代可能结束，像奥地利啊、斯洛伐克啊这种国家都还很依赖这样的运输啊。如果通通乌克兰这边都停了的话，影响很深远。再讲看看以色列了，我们在讲现在的军事战争形态越变越多。这个 BB 扣对讲机的这个爆炸事件，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难想象。那么以色列更狠，在连续这种造成了将近3000多人的伤亡甚至死亡人数攀升到快要40人的情况之下，以色列19号晚上继续发动攻击，呼叫器这个对讲机爆炸完，直接发动炸弹，数十枚的炸弹，数十架战斗机直接攻击了真主党的这个目标，趁着黑夜，大概有100具的火箭弹发射了。黎巴嫩的真主党领袖斥责以色列越过了红线，等同宣战。其实他上次也说，这个 BB 扣的事件是宣战，但现在怎么办呢？以色列的军力还有武器，实在是真的大规模的在运用，也没有在客气的。黎巴嫩的这种连环爆现在其他国家也都很担心。我现在渔夫连续这个拿美食街的震动器都会手抖，没有？那更何况是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说航班即日起要禁止携带呼叫器对讲机。其实现在已经会带呼叫器已经不多了啦，但是显然这个呼叫器已经让大家非常的紧张，尤其是黎巴嫩。即刻宣布，贝鲁特机场只要起降的飞机，乘客都不可以带呼叫器啊、对讲机啊。附近的土耳其也不敢大意，开始检查自己内部武装部队通讯设备有没有被入侵啊。一被入侵是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直接可以被击溃的。那么土耳其的外长很担心，他说情势升高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以色列的行动此刻已经到达越来越挑衅的地步。
沙烏地怎么反应呢？他说这个事没有成，以色列别想关系正常化，也就是说要和平吗？现在这种继续攻击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巴勒斯坦建国前呢，没有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继续谴责以色列占领的罪行。而大陆的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是表示，敦促以色列放下武力，占领滋生更多的仇恨对立，让双方陷入暴力冲突的恶性循环。以色列很狠，他可是没有打算要停下来。赖教授，来看看最新俄乌战争。我觉得乌东地区我们的推断啊，到目前为止跟事实都是吻合的啊。俄国稳扎稳打，而且推动的啊是越来越顺利。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红军城已经陷入啊这个激战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原本所建立起来的，那是从2014年在北约的支持下所打造起来的很多道的防线啊，3道防线都已经被突破了，现在已经开始贴近城里面打了。北部跟南部啊也都打下了2个村落的时候，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而由于啊俄军打得很稳固，所以它的后勤补给，也就是说从顿涅茨克啊，这整个线是全面性的往前推进的情形下，他不会担心后勤补给被切断。相对来讲的话，对乌克兰来说啊，红军城就很有可能会陷入另外一个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他们在过去在南部的钢铁厂或者是在其他的战略城镇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整个村落成为一片废墟。可是红军城不是村落，这如果以欧洲人的标准来讲因为它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欧洲5万人就是一个城市了，我们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镇但是在欧洲来讲就是一个市了。所以红军城它事实上是一个，因为他们房子不会盖得很高，所以面积是比较大的。那各位想想，现在乌军被奉命要死守，而俄军从东面啊、北面跟南面都开始形成包夹，开始打的时候，火力先行嘛，兵力其次嘛。那一定是一寸一寸的炸。各位想，这样的一个城镇到最后会变成一片废墟，而乌军能不能守得住，我们没有人乐观。现在乌克兰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当然泽连斯基的动作越来越大，可是那无济于事，因为那是一个政治姿态，可是那不是一个客观的军事上的现实。军事上的现实，现在乌克兰处于非常不利的一个地步，在东部如此，在他打进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也是如此。因为库尔斯克看起来俄军是不打算让这一些深入的这1-2万的这个乌军的精锐部队有机会撤回去了，相当有可能要把他们的这些有生战力整个要摧毁，这是很残忍的，但是这个却是一个非常可能发生的事实。冯德莱恩为什么赶到乌克兰去？因为泽连斯基已经要出最烂招了。这个烂招就是他打算把俄罗斯经由乌克兰的天然气管，这条天然气管是仅存的没有几条的天然气管，还没被炸的，还没被炸，也还可以使用的。因为这个天然气管会接到中欧、南欧，所以它对于欧洲很多国家来说的话，它还是很重要的天然气的输送。而且我们都知道，目前欧盟也承认了，他们在8月份向俄罗斯购买的天然气超过向美国购买的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数量还多。这代表什么？代表俄国继续在赚欧洲人的钱，而且是高价的赚钱，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去打乌克兰。那乌克兰也在继续使用这个俄国的天然气，因为它已经分到1点，然后分到1点俄国的天然气，欧洲拿到最多，然后继续在俄乌2国交战。各位，您有没有觉得战争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现在冯德莱恩担心泽连斯基出最烂招，就是说你们欧洲北约不支持我使用长程武器的话，我把这个天然气关掉，那冬天他们怎么办？奥地利怎么办？南欧的这些国家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冯德莱恩现在目前就是说，我再给你1点钱，然后你不要关掉，然后让这条线能够继续通。可是问题就在于，那乌克兰怎么过冬呢？我觉得乌克兰过冬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是，台警长，虽然以色列现在也没有一直直接正式承认了但这个从呼药器的攻击、对讲机的攻击，现在直接轰炸，也代表以色列现在要做的，当然就是把它歼灭到底的决心。以色列当然他就从头到尾他就一直是这么做而且
其实他的这一次使用对讲机或者是呼叫器的这个做法约略跟10年之前发生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阵网的这个网络病毒其实是很类似的。当初伊朗它的我们讲到浓缩铀的这个浓缩的这个高速的旋转机啊，它就是因为被以色列植入病毒，所以全部通通都爆炸。这个是以前，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传呼机啊。那但是我们刚刚看到说有关于普丁讲到说140万架的这个无人机，它的无人机到底是哪一种？它的无人机其实也就是这种穿越机。第一视角无人机，它大概就是可控距离大概最远就是5到1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速度蛮快的，每小时可以到达140公里。然后其实这样的使用非常的阳春，它就在下面放一个155厘米的这一种所谓的 RPG 的这个前面的弹头，它就直接可以使用了，就是前面这个 RPG 的弹头。那它为什么好用？因为其实它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 BB 扣一样，或者是我们讲到的对讲机一样，它使用了一个开放性架构。它这种开放性架构呢，当然可以透过这个眼镜来，就是我们讲到说那个目镜来进行控制啊。那控制之后，它所使用的这一些遥控器呢，可以让这一个那个穿越机直接对着人打过去。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残忍的画面啊。那它这里面呢，它还可以接上什么？它还可以接上摄像头，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原因。那接下来它还可以接上 GPS， 所以可以导控到它的范围啊。那其实这一个所谓的开放性架构呢，也存在于大疆无人机。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生产的大疆无人机大家这么喜爱啊？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玩家，他直接把大疆无人机改成穿越机，然后我们看他手上拿的遥控器就已经不是大疆无人机所附的这些遥控器了，它已经是自制的。然后也就是透过这一种开放性的架构，它只要简单的改线之后，然后它重新刷程式，刷完程式，大疆无人机就变成穿越机了。那当现在的战争已经变成这种形态，那大家也不过就是你学我，我学你啊。之前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它使用这种可以喷火的无人机，现在俄罗斯也有，俄罗斯也同样用这种方式，然后把在丛林里的这一个乌克兰的部队赶出来。那我们刚刚另外讲到那个乌克兰的冬天快到了，我们如果根据今天所发布，就是今天晚上基辅的气温是几度？是9度。一般来讲10度就是供暖的标准，你现在基辅只剩9度，而且另外一个大城就是另外一个也就是作战的场域库斯克，它现在今天晚上只有7度。那为什么？那如果大家认为说，这个乌克兰的油管在这个位置被切断之后，哎呀，俄罗斯就赚不了那么多钱了。你想太多。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已经跟中国准备签约，建一条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这一个油管，直接同样一个区域的油田所产生天然气田所产生的天然气，直接送到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及早碳达标，然后及早可以在工业化的程度之下一样拥有蓝天。现在才9月，接下来气温只会越来越冷，战事只会越来越辛苦。董哥，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世界上这2场这么大的战争一个是俄乌，其实泽伦斯基的任期到今年的5月他520就应该卸任了，可他没有卸任，为什么？因为战争还在打，国家需要我嘛，动员戡乱嘛，就是这样的氛围，所以不用那个。那战争越延续他就一直可以保持他当总统的这样的位置啊，所以他也跟各国来携手，我需要什么武器，什么武器。那这个当然让很多人害怕。其实我们从战争到现在，很多过去世界那些
国的那些大媒体所报道的，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错的。譬如那时候有个城市说被俄国人杀戮成怎么样，叫布查小镇，派多少人去，检察官、医生，各国都派人去，结果没有看到什么调查报告，为什么查这么久？查了2年没有查出什么报告。然后那时候的北溪1号、2号，大家也知道被炸了，都说俄国人自己炸了。现在已经知道了，原来是乌克兰前他的那个军事领袖去炸的。那泽伦斯基也心知肚明啊，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很多信息其实都是假的。那最后慢慢证实说很多真的，其实反而是世界各国同情的这些领袖，他们自己的诡计，他们都在骗。那骗就是为了自己的位置。大家在看以色列一样，纳坦雅胡过去干过10年的总理，他现在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的战争？打了这个又打那个，好像故意到处挑衅。其实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战争就是靠科技。为什么普丁讲无人机？这就是科技啊。无人机全世界最厉害是中国大陆，大家都很清楚。靠的科技是什么？因为你觉得你对科技太仰赖别人了，所以你就说我回到30年代的呼叫器。结果你还是被炸，还是科技的一部分呐，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的那些手机被掌握嘛。那大家可以看到，战争这么可怕，纳坦雅胡他也知道，他在国内支持度不高，可是大家都呼吁他7成、8成、9成，呼吁他继续通干，那些都是恐怖分子，所以他越打越起劲。美国是不希望说战争有够大，可是我不怕你美国，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在选举嘛，不管你川普或者锦丽，你都需要犹太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大家看了一个这样的场面，2个恋战自己位置的人，他们在世界的战争扮演重大的角色，那可是非常多的人命啊，所以都接受不了。对啊，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啊。好，接下来看太空站了啊，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最新所发布的消息，成功发射2颗北斗导航卫星。那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里发的长征3号运载的火箭，可以看到这个火箭上去其实成功的有包括了第59、60颗的北斗导航卫星。总设计师表示，这一升空之后，中国在2035年就会建成国家综合时空的系统，新一代的北斗系统。这个是长征北斗3号哦，接下来是北斗4号也即将开始部署。北斗4号是59、60颗卫星上去了之后的最后1颗卫星之后，马上要进行常规的网组的任务，还会做一些技术的验证啊、探索啊，后面就会到北斗4号部署之后，那么更多的卫星部署就很完善、更全面化了哦。当然，在月球的探索这一块，中国玉兔2号，这真的是还蛮让人家觉得惊奇的。就是说，2019年1月，玉兔2号登空到月球上面嘛，是要找水兵。一般预期说了不起待3个月啊，或者6个月啊，半年。想不到他现在已经登陆了，到了月球6年了耶！他的工作时间被形容是最长的月球车，好认真的玉兔啊！那这只玉兔呢，远远超过3个月寿命之后呢，它可以探测到的在月球的资讯，也成为独一无二的重要来源。那么中国大陆的爱因斯坦号还有太空望远镜捕捉到月球的 S 射线。那这次拍摄影像呢，被说中国科学家是利用自主研发的太空望远镜对月球进行的 X 光扫描。所以太空站尤其是卫星大家都知道卫星接下来甚至对军事、对战争，甚至对无人车辆科技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远。那么印度也说我们也要上太空啊，他们宣布印度政府批准了4个大型太空项目，包括了要登陆金星，厉不厉害？他们的研究组织宣布2028，其实在4年而已，3月就要向金星发射探测器。这真的很难他们这么快就可以成功了吗？2029年预期的时间很短12月之前就要制造完第1个各舱段这样的一个各舱段，2035年要建立成太空站，2040年完成载人登月我也不知道，听起来蛮厉害的但40年来是第1位才刚刚有的印度太空人准备要上太空。这个是波音这个2025年春季，印度太空人准备要搭着美国这里的太空船一起进到国际太空站上面标示着印度首次载人去。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波音太空人还有人被滞留在外太空，还不知道回不回得来，这是多么的惊恐、多恐怖的事情。那现在印度有没有办法完成他们定的目标不知道，但是以波音来讲真的是危机连环烧啦波音的大罢工影响了整个
公司的运作之外，波音干脆直接宣布，把数万名的员工直接放无薪假，尤其是像管理人员啊、高层啊、经理这些，每4周强放至1周的无薪假，一直到罢工结束为止。什么时候罢工会结束，真的不知道。因此呢，整个停工的巨额损失真的很严重。像737 MAX 的生产线全面瘫痪之下，包括777、767双通道飞机全部生产都推迟，所有的订单也没有办法交付，几乎是一个瘫痪的状态，数万名员工的停工。而相对之下，南航中国大陆的 C919首航之后，中国有3大航司全面都开放国产的大型飞机，因为之前都说小型飞机在中国大陆很稳定，但大型飞机呢 ，C919 呢被说估计下来已经累计安全飞行超过了1万个小时，那么执行商业的航班也有3700班，承运旅客的人次也突破了50万次，这是一个航安全的里程的一个测试。那甚至 C919 还飞到了拉萨。他说什么呢？到拉萨是需要展开高原的试飞，有更多的这个高原的试飞在测试性能。相较之下，显然进展非常的快。赖教授，太空大战大家都要抢啊！当然要抢啊，因为太空产业的高经济价值已经展现出来了啊。它不只是受时啊，这个卫星定位。然后包括卫星通信、卫星转播，影响太深了，这个影响太深了，它的经济产值实在是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大陆他们本身的一个远见啊，而且呢，他们本身不但有远见，而且有一步一步实践的能力。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在巴黎大学读博士班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课题就是研究太空产业。跟经济价值、跟太空科技，台湾在当时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写了一篇报告啊，那么跟我们的这边也来反映说太空产业要做啊，不能输啊，没办法，有被看到了，有被接受，但是没有像大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规划作业，整个战略系统。你想想看，这样已经过了30-40年过去了。那我们台湾就脱队了，很可惜。本来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它的基础的能力就是物理、化学、太空什么都有。其实台湾真的是有人才，台湾在这方面真的太可惜了。当时政府应该要花大力气，但是我们的政党变来变去，那就没了嘛。然后大陆他们的这个政府的一贯性，所以他们在这部分发展成功了。这个产业坦白说真的是太巨大了啊。您刚提到了有关于登月的那个月球车，玉兔2号好厉害。对，印度上去以后一觉不醒，就再也长眠了。然后日本呢是倒栽中，那个头往下，然后卡在那里，马上就失能了。 Game over。然后那个美国是开叉，一只脚站在山顶上，然后所以它的太阳能板没有办法完全展开，然后卡在那个地方动弹不得，也失去了。结果中国大陆的这个玉兔啊，好厉害的玉兔，它超时工作，这代表什么？大陆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水平，坦白说，世界一流的。这个美国你要比的话，真的不容易了，加油啊！然后我觉得 C919现在利用这个波音的这个机温啊，当然我们也不愿意有点那个幸灾乐祸的这个样子了哈。但安全真的很重要，波音也出太多事了呀。对，也出太多了。可是我觉得 C919它在利用这段时间内，你看它已经飞了1万多小时了。而且他已经飞高原了，他已经飞到西藏了。他告诉大家说，在这么空气这么稀薄的一个地方，他的飞机都能够使用。还有就是，他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可持续重复使用的燃料，也就是说，采用这种更节能的燃料了。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飞机是非常好的一款飞机，它能够适应各种地形、地貌、地物，还有纬度，而且呢，它本身也能够节能减碳，它是一款好飞机。我觉得，当 C919的消息一直出来，很多的国家它一定会下订单。那他拿到了适航证，他只要目前他的公关是在欧洲，因为欧洲的适航证他已经提出来了。欧洲一旦给了适航证，欧洲很多国家航空公司可能就会向他下订单了。那我觉得，坦白说，台湾要再挡得住吗？到时候长荣或者华航不用讲，如果长荣买了 C919呢，
我们会不会因此要买更多波音呢？我比较担心这个。不要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他们卖不掉多少？太空大战影响了很多，包括军事产业啊，我们民生产业啊。那现在中国大陆成功发射了再2颗的北斗导航卫星，4号北斗也准备要升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北斗3号的最后2颗卫星。那也就是这2颗卫星呢，它成功的开始运作之后，中国大陆现在就开始进入到北斗4号啊。那其实呢，北斗卫星跟美国的 GPS 卫星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美国的 GPS 卫星呢，它的位置啊，通通都在这个中原的轨道上面。那在这个轨道上呢，没有什么不好，大家也都在这里。所谓的无论是欧盟的 Galileo， 或者是俄罗斯的Glonis， 通通都在这个轨道上面。可是呢，北斗不是。北斗它其实还有6颗卫星在哪里？在这个同步轨道上面。同步轨道上面，那也就是说，它跟着跟着地球同样旋转，也就是例如说，它发射当初定位点如果是在上海上空，它就一直在上海上空，它不会跑来跑去。那而且呢？我们谈到说这一个北斗卫星，它跟其他的卫星系统最大的不同，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地面站。有地面站，它在做什么？它其实不是在校准啊，校准只是很不重要的功能之一。它其实是在做差分式的定位。差分式的定位，也就是它会多了一个角度的那个精确度。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差分式的，也就是 DGPS， 它的一个精准度可以到达10公分之内。可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 GPS 大概就是15到10公尺啊，所以这样的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大家都现在各个国家使用北斗系统的越来越多，然后当然透过中国大陆的各个的，无论是刚刚讲到的 C919， 或者是透过华为的这个手机，都会慢慢的向外推广。这个向外推广其实更显现在哪里？更显现在军事科技上面。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解放军的各种飞弹啊，它都使用的是北斗系统，当然不是唯一北斗系统。在2004年，大陆的清华大学就已经做出可以共融Glonis、GPS、Galileo 以及北斗卫星的这一些定位系统，也就是如果北斗被干扰，也可以换接俄罗斯的Glonis 系统。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军事的不断的进步，其实展现的也就在于太空的新高地上。那个精准定位的功能也是一览无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波音的飞机除了安全性的问题让大家有一点点疑虑之外，最近的大罢工更是影响了整个运作。其实美国在选举工会是很重要的。波音是西雅图大家可以看到沈陆雄是住那里啊。那大家看到它整个城市是靠这个起来的，所以你今天看到那种罢工你就会发现说它真的已经弄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波音这些年来因为一直出事嘛，全世界很多人就不敢下单。那当然了，法国的马克龙就去找习近平习近平也给他了一些空中巴士，全世界2大就是空中巴士跟波音嘛。那当然，中国大陆这几年崛起那大家刚听到我们主持人在讲 C919这个一定会变成全世界的第3个最重要的选择，它慢慢会被取代。所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想通了，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有，因为我有过多的人口。那我有这样大的市场，我不能再仰望别人。观众
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以及最新话题的议题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中国大陆跟日本最新在水产外销上有了个新的进展哦。当我们有农产品，现在又开始恢复关税。但是在日本的部分，本来全面禁止的日本水产进口，最新消息是，日本方面呢，因为同意了大陆的要求，协调 IEAE， 就是所谓的原子能国际组织，扩大在福岛核污水附近有一个监测的范围跟系统的建立。那日本答应了之后，现在看起来准备要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到中国大陆去了吗？那么中日水产之争，当然是为了福岛决定排放核废水之后，中国因为不信任所以日本所讲的安全有没有被误导啊？所以同年他就禁止了全面福岛水产的进口，大大的影响在日本方面的这个销售。所以岸田文雄四处奔走了，除了带着大家吃福岛水产也希望挽回国际对福岛水产的信心。但今年7月呢，他特别派了他的心腹所谓的森山裕访华之后，出面谈水产解禁事宜，要求的这个条件看起来配合之后，是不是就准备要全面开放了？还要再观察一下，但目前的消息的确是有正面的开放的空间了哦。那么解放军出招，跟日本方面在军事上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哦。辽宁舰第一次进到了日本的碧莲区，大概是12海里附近这个位置啊。辽宁舰的编队这次航行具有被认为强烈的战略警示意味，在台海东岸航行过去之后，再往日本方向走，在美军的 P8A 的海神式巡逻机飞越台海之后，辽宁舰也通过台湾东北海域跟日本领海临接区。那很多这个军事专家认为，这个就是在不满日本的强化军备一种这个示威或是一种喊话吗？来看看新的影片，都是由央视释放出来的。最新这个是由美国、加拿大、德国、澳洲，不是有舰艇都通过台海吗？那由央视很罕见少数他把这个过程全部释出，就是说当军舰通过的时候，他们有多少同时在监控随行伴航的这个航舰，那么一起把这个画面给公布出来，也代表了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呢？那还有包括了无侦7，就是无人机在高空飞行，也是第一次由空军系统公开了。那这个公开的画面，无侦7呢可以带轰6呢可以带4枚的鹰击21反舰导弹，那么高音速的攻击美国航母哦，所以被说是中国自行研发生产的很有战斗力，甚至可以直接攻击的升级版本配备。那还有很高的这个情报获取能力，所以这个演示的过程包括了轰6K 打击，代表这一种战力的提升吗？还有万吨大驱，另外一支影片来看的是延安舰跟敌军展开电子战的这样子的画面，有3架歼15通过了这个顶延安舰，驱离电子战飞机，就是说现在的战法早就不是过去的这种战争模式了。电子干扰突然遇到了之后，他们演示了如何能够驱离对方的电子战飞机，成功破解电磁干扰，这都是在一种威力或者是说战力的演示秀肌肉啦哦。那美军呢？美军是不是有所回应呢？美国海军公布了计划，是叫做2027年之前，如果跟中国发生冲突的话，要做准备。那么，因为认为可能跟中国在2027年发生冲突，今天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什么呢？包括了秀了新的导弹，新型的 AGM-158SR 是针对中国的航母而来。美国空军部长在秀这一款新的这个导航弹的时候，正式亮相的时候呢，他就说，受访的时候特别讲，这种就是美军攻击中国航母的新长矛。该导弹的远程，这个远远超过过去同系列的导弹。他们认为，因为美国空军部长说的因为中国今天就是威胁，就是要冲着中国来做这样的部署。甚至路透社的报道访问这个美军的说法的时候，还说在菲律宾所部署的这个中程导弹系统提风，就是要让中国彻夜难眠，暂时也没有要把这个提风给撤回去的意思哦。在这里的部署，要让中国可能感觉到腹背
有刺，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部署，要让菲律宾跟南海冲突上面，万一有状况的时候，要怎么做呢？这是测试战时部署的一个做法。那甚至现在美方还用这个所谓的饭圈吗？这个是来自一个形容词，叫做玉渊谈天的分析传播路径，就是说，居然可以在社交媒体1天之内发40万条文章，在南海冲突争议上公布一张菲律宾古时候啦，古地图有吕宋岛、明大拿尔岛，还标示黄岩岛，证明这个地图在过去菲律宾的主权所临接的就是黄岩岛，是他们的历史哦。300年前发现如何如何，玉渊谈天分析，小号紧随着大号，然后到整个群体疯狂发酵，就是典型的饭圈，就是我们说认知作战的模式，媒体洗脑作战。所以美中对抗，或者是跟日本之间在竞合之间，仍然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味道。日本水产要公布可能可以开放了哦，这也是一大让步嘛，董哥。我们知道国际核能总会他一直袒护日本那时候其实引起很大的不满。那这回中国大陆铁了心把它动了这么久的话，对自民党执政的日本岸田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它的水产就中国大陆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嘛，所以想方设法。那我们知道岸田已经要卸任了，我觉得中国大陆他释出了算是一个善意啦。我老实讲，以日本现在所做的其实还不太够。他说我们同意扩大，但其实以中国大陆的民心来讲那是不太够的。可是为什么愿意这样？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氛围之下，它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2天前他宣布了我们有一些农产品开始免关税要取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的12月20号，那时候他先从丙烯12类的这些石化的产品里面开始要求你在恢复关税的时候，那时候539项的那时候早收清单的这些优惠就慢慢在紧收了。这个告诉民进党的台独政府，就是说你如果还是铁板一块那过去的让利就会慢慢紧收。那它的对比就是日本日本我愿意开放，那这对比就是非常强烈的，对不对？那台湾当然这2天影响最大的是农产品，农产品在台湾它是一个农渔民是弱势嘛的农产水产，那它是一个弱势。过去它的第2次总共有134项，那时候号称石化、钢铁运输产品怎么样，大家的感觉都没有冲击那么大，因为那毕竟是一些企业界嘛。那这一次打击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弱势的农产品，这农产品农民的感受，你就要开始去思考了。就是为什么民进党要做成这样，到最后我们原来有一些让利的免关税或者快速通关，这些会慢慢的取消。那你过去的马英九打下来，这个好处就没有了。所以你今天看到这样的对比就知道其实在日本的水产，这也是中国大陆一个手法。那台湾的农民变成要去思考了。那我们看其实日本因为他这些年来就跟美国走得非常近，那当然他们也需要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就好像韩国非常需要大陆的这个电子产业的这个市场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软肋。那中国大陆他当然有非常多的考量，他知道自己现在被美国领导的或者欧洲这些国家现在针对他的电动车跟电池做了非常多的限制，所以他也必须要对某一些东西有一些开放，表示我有些地方是开放，有些东西是限制的比如说你欧盟的那个猪肉我就有一些想法了，你的红酒我又要想要怎么做了，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样的伸展自如有它的战略考量。那最应该想的就是台湾，台湾我们在上面，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智慧空间，被中国大陆做这样的取消以后，我们只能说希望能够到世界贸易组织去谈判，去怎么样？你讲要去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或去控诉，你已经讲了7、8年了，都没有我们现在到世界组织去做什么？我们去世界贸易组织是被欧盟告你的风电你违反了跟我们签约的那些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的唯一就这样，所以民进党政府真的要思考一下，台湾人民还能够让你欺骗多久？那要说怎么看最新的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日本退却了，日本屈服了，因为日本原本不允许中国大陆，跟着联合国的原能委员会在这个核污染水排出来的出海口那个地方进行检测。那现在很明显的是日本屈服了日本说可以检测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大陆也谴责了国际原能委员会，也就是国际原能委员会在当时只配合日本，说只检测氚跟氖，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核污染水放射性有多少种啊？那所以中国大陆在今天的发言人里面已经讲得很明白，就是要补就当初就是质疑原能委员会的不公，现在中国大陆要去检测，其实就是要凸显原能委员会的不公。为什么？因为会有各种仪器、各种装置检测各种辐射性的污染的问题、核污染的问题。如果一旦检测出其他的核污染，就不见得后面会开放吗？因为大陆的发言人今天说，我们没有说要马上开放我们是要根据科学来办案就是根据科学规律来说话。如果都没有污染，我们当然开放；但是如果有污染，为什么要开放？不是因为检测而就开放这个倒果为因是检测没问题才开放，检测有问题，不但不开放，而且还要惩罚嘞。而且你日本还不准再排污染水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而且呢，同时就是批评国际原能委员会的相关的人是不是有收日本人的钱，因为不然的话，现在坦白说，现在国际原能委员会的那些人也应该是心里面也上上下了。为什么？为什么只能检测氚跟氖，而不能检测其余的？如果其余也有这个核放射污染的话，那问题就更大了。那也就是说，它污染了多久了？你这个原能委员会的负责人，你怎么对整个人类来交代？怎么对于我们的海水的这个用户对来交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很严肃的问题。大陆在这一次是把日本人跟国际原能委员会真的是打了一顿了因为他们很明显的撑不住了嘛。我觉得这个事道理是很明白的。大陆解放军这一次亮出来的这些作战能力，我想小舰长海军专家他会讲得更明白。不过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出炉，其实就是告诉相关的国家其实不只是台独了，也告诉日本、美国、菲律宾等相关的国家，中国大陆的整个航母战斗群的作战能力其实已经伸出去了。我觉得到西表岛跟这个与那国岛中间穿过去这个证明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的水文的掌握能力非常的精准。这个部分我想日本人他是最担忧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航母这个辽宁号航母大概6万多吨到7万吨左右，这么大，然后7、8层楼高，吃水这么深，而且与那国岛跟西表岛中间的这个航道是很狭窄的，它要能够这样穿过去，而且是在紧靠的与那国岛的24海里毗邻区里面来去航行，这代表什么？代表它的水文能力掌握力是很强的。而且呢，选在918，就是告诉你勿忘国耻，也提醒你日本人，你军国主义再起的话，中国大陆已经不是100年前的满清的末年，中国大陆绝对有能力对于你美国跟日本在这个沿海，就是琉球群岛沿海的这些小岛屿所建造的这些军事基地做严重的打击。我觉得美国人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他目前跟菲律宾的他们在散布一个假的谣言，就是说有关于海图的问题。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是要去凭空的要创造。要刻板印象菲律宾人说这个黄岩岛就是我们的。郑和下西洋是什么时候1405年整个南海郑和的船队已经过去了，更何况宋朝的时候，我们的海上贸易早就在南方已经行走了，再加上当时菲律宾哪是一个国家不过就是多个部落还不构成一个国家。今天不是一个国家的多部落的地方，而且中国早就支配整个南海。我觉得美国人在制造这个谣言，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菲律宾人认为这就是他的，在洗菲律宾人脑。
是，不管是南海这边的冲突部署军事，或者是3段央视所公布的最新影片，怎么看？第一个我们谈到毗连区，也就是临街区，那就是从领海基线12海里到24海里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国际海洋法相关的规定里面，相关的管辖权只涉及关税、财政、移民的部分。那任何国家的舰艇，那或者是商船、渔船都可以通过。那另外我们谈到说，现在美国的空军部长所谈到说，中国今天就是威胁，这句话也就是反映了，彻夜难眠是现在美国的跟菲律宾的状况啊。那提到那个美国的海军部长，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说他们要有所回应，所以发布了最新的2024年的海军的导航计划，这个导航计划就开始妙了。为什么？因为美军不是每年都发布，也不是2年发布一次，但是上一次发布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发布是2022年，他们的也是海军部长吉尔迪发布的。再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再上一次就是2017年。2017年讲的是什么事？叫做 Return to Sea Control， 就是美国要回归到海洋控制的部分了。那再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是1990年那个时候，整个那个时候叫做苏俄解体的时候，他讲说美国 from the sea， 他要接近每一个滨海国家，所以才造了滨海战斗舰啊。现在美军的能力呢，还是如此吗？不，他现在只能靠什么？他以前都是以海制陆哦，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from the sea， 从海上来，他现在只能做什么？以陆制海，他现在要搞提风了。提风是陆地上的飞弹啊，当然那个它是由战斧飞弹跟标准6型，那么标准6型当然构型很多，船上也有，陆地上也有，那包含了现在它都已经放到FA-18的大黄蜂上面去了。不过它放在菲律宾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今年4月7号的时候，直接的它是在老挝国际机场出现。那现在说不回去了，之前说9月的时候提丰要再送回美国，可是其实提丰已经踏遍了整个吕宋岛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所有的卫星照片的话，也就是我们看到这边的另外一张照片，从这一天之后就再也找不到提丰了。那为什么他要去踏遍吕宋岛每一个位置呢？因为大家认为这个机动发射车是停下来就可以发射，错，他必须要能够了解现在确切的位置，所以他要用经纬仪来测定现在这个地点的正确的经纬度啊。那我们讲到说，他们放在菲律宾，或者是放在菲律宾，或者是放在关岛，或者是放在日本，其实他们都认为说可以那个射程可以涵盖大陆整个整个沿海部分，想太多了。为什么？因为你当中国大陆解放军没有防空飞弹吗？没有，满满的飞弹墙，而且这个是5年前的照片啊，也就是新一款的这些防空飞弹还不在上面，但是我们继续的看啊，这个也就是你有想到吗？菲律宾你只要放，日本你也要放，你就容易遭受到东风17的攻击。你有这个防御能力吗？你没有，你才真正的需要彻夜难眠。